大家好，演员不仅仅是一门职业，更是一本纪念。每个演员年老的时候重温一遍自己的青春纪念册，那感觉真的不要太好。而且，假使这本纪念册每一页都是经典的话，那么更会成为整整一代人的集体的记忆。赵岭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努力都有了丰硕无比的回报。王一博无疑也是幸运的，从限韩令到陈情令，从2021年的低调到2022年的逍遥，天道酬勤，算是在拼命著称的王炸姐弟的身上留下了这个时代最强的回音了。这还没完，娱乐圈再诡异也有云匪的天地，因为易烊千玺。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文化专业双学霸的易烊千玺，目前已经明晃晃的成为了各大5·4青年晚会争相邀约的主流艺人。要知道，5·4青年节可是仅次于党政军生日的中国最大的政治节目来的。要知道，中国青年可是东升西降，大国崛起源源不绝的政治力量和后备力量来的。在娱乐圈泛政治化的新时代当中，身贴正能量标签的、肩负政治任务的优秀青年代表，注定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重点扶持的重点对象，是祝福满满的代表性人物。有意思的是，从易烊千玺的身上不仅可以看到王一博，甚至还能看到赵丽颖。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易烊千玺和王一博一前一后的政治清点和政治任务，新闻我就不用再多说了吧，因为新闻我已经是为此聊过了无数回的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的了。这两位年轻有为的娱乐圈新锐代表，虽然文化、功底、长相、气质等等等等，完完全全属于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呢，这种男性荷尔蒙的多样性，恰恰好让他们在娘炮横行的旧年代当中，特别容易脱颖而出，先后就成为了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拍板画圈突然树立起来的娱乐新时代的金色标签了。那么至于说赵丽颖呢？赵丽颖和易烊千玺又有什么样的交集与共性呢？为什么新闻我会说从易烊千玺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个赵丽颖呢？首先，您猜赵丽颖在这2-3年的里面，大家伙肉眼可见的最大的蜕变是什么呢？通过海量的幸福到晚家以及谁是凶手的剧扰当中，您能读得出这种最大的蜕变出来吗？这种蜕变正是赵丽颖彻底放下过往的包袱，努力寻求最大的突破的易烊千玺既视感来的。以前我们老说赵丽颖之所以能够在娱乐圈当中站稳脚跟出人头地，完完全全是依靠她自己7年磨一剑的精湛的演技，以及草根变大树的顽强的意念。其中更夹带着许多人都看得出却又说不出来的赵丽颖个人独具的与生俱来的人畜无害的颜值。这种无害的颜值神似林更新呢，同款无害的颜值，这我已经聊过了。这种颜值没有什么攻击性，因此呢更加容易受到吃瓜群众们的无意识的接受和潜意识的保护。
当然了，这种人畜无害的颜值还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呢，当赵丽颖离婚之后，小圆脸的可爱就演变成为了眼神杀的锋芒了。这反而促成了一种赵丽颖演技杀的进阶了。那么赵丽颖最大的蜕变，难道是易烊千玺的眼神杀吗？在新我看来，当然不是。易烊千玺的最燃的杀气，还真的不是眼神杀来的。所谓人无完人，易烊千玺的眼神里面，故事不能太多，太多的话会装不下去的。比方说《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易烊千玺一开始的那段半古文的台词，没有轻重缓急，也没有合理的断句，更加缺乏情绪的渲染。这些个细节注定有些人会留意不到的。回过头再去对比一下《风起洛阳》里面的王一博，其中不少的细节梗，新我其实也已经是深入的聊过的了。更加重要的是，对比《长安十二时辰》里面好评度超高的那个易烊千玺，百里弘毅的人设其实也就显得不过不失，不会容易让人出戏的。木石之心的百里弘毅和阿爷吵架的时候，和高秉烛斗嘴的时候，甚至于还有一些打架的时候的表情，都有王一博相当用心、相当走心的小表情在里面。这一点用心观察的话，跟易烊千玺无差。这也间接证明了这两个追风的少年其实都在认真的演戏当中，都在认真的成长当中。当然了，不吹不黑，一场戏下来，易烊千玺的文化课的功底也的确是有着其过人之处的。除此之外，这两个人的天赋肉眼可见的一直都在发挥着向上的作用着。说到这，先我不得不揭示一个常人见不到的黑粉圈的真相出来，那就是放开优点去谈缺点。为什么先问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优点和缺点通常是并存的，放大缺点去谈优点，那就是在耍流氓。而很多极其容易被人带偏风向的真爱粉，通常就特别容易落入到黑粉们如此这般设置的陷阱当中。例如风起洛阳期间的黑屏就是这么一个原理了。当黑粉们一致去攻击王一博面瘫的时候，明晃晃的其实就是在刻意的忽略了王一博的那些微表情、微动作、小表情和小动作了。无奈的是，真爱粉们却跟着本末倒置了，跟着非常苍白无力的一起下坑，去讨论那些面瘫的难题去了。在新闻我永恒与别不同的视角当中，奋起直追的这个王一博跟高起点高评分的易烊千玺距离其实并不远，而这种距离偏偏就是2个字的距离而已。而这2个字的距离实际上就是我开篇所提到的，也就是王炸姐姐赵丽颖在这2-3年里面，大家伙都能够肉眼可见的最大的蜕变了。奇迹笨小孩是去年年底封神以来易烊千玺2022年的又一部影评 7.4 分的高分电影来的。要知道
他的封神之作，也就是那部中国史上票房最火的《长津湖》，也就7.4分。而今年的神作弟弟，也就是那一部《长津湖之水门桥》，更加只有7.2分而已。那么您猜，奇迹笨小孩到底牛在了哪儿呢？是易烊千玺的演技再次逼格升阶了吗？在新闻我永恒与别不同的视角当中，加分项还真的不仅仅是易烊千玺的功劳，肉眼可见的加分项其实是2个超级抢眼的他。这2个超级抢眼的他，甚至为云匪的合体王炸的复刻指明了一条阳光无限的康庄大道出来了。而且请注意，在6块腹肌成为刚需，现代女权成为禁区的新时代当中，赵丽颖和王一博通过这么一种奇迹笨小孩所展示出来的合作的方式，彼此进行超炸裂开来的眼神过电的名场面，甚至会有某年某月一道联手再次上台领奖的超高可能性的。说实话，视角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闻我真的没有在这部剧当中看到多少易烊千玺的飞跃性的进步，甚至有些地方还有些用力过度的痕迹在里面。当然了，这跟导演的思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在新闻我的眼里，整部的电影软化了该有的情感，流水的交代又实在太多，以至于易烊千玺内心的展示和变化其实是属于偏少的那一种。只能说易烊千玺在文牧野导演的思想套路之下，已经交足了自己该有的功课了。因为没有太多的情绪上的展示，都是背景的铺垫，所以呢，易烊千玺的眼神里面故事其实并不多。还好最后的落笔的确很不错，而且很扎心。这一幕陈以丹的高潮，终于让易烊千玺的面部变化有了一次过的畅快的发泄。否则的话，整个节奏平不下去的话，易烊千玺的确跟王一博已经是没有太多的差距感了。这也非常意外的间接证明了一个云匪夫妇未来冲奖的刚需要点出来了，那就是王一博今年的无名和长空之王冲奖与否，的确要6成去仰赖导演的底蕴和功力的。说到这，这部影片再一次给新闻我带来了一番四字兄弟张力特有的2个字的冲击力出来，而这2个字恰恰好就是赵丽颖这2-3年的里面大家伙都能够肉眼可见的最大的蜕变。这2个字就是素颜这2个字。比起那些永远都不会卸妆出镜的男艺人、女艺人们，这样的一种的自信带来的冲击感特别的自然，也特别的强烈。因为素颜特别容易抓住观众们的视线和注意力，也特别容易进入到演员的眼睛当中去，而不是分心。因此呢，颜值并不出众的易烊千玺非常适合出演正剧，因为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不是他的颜值了。同理的，当赵丽颖特别拉近的小圆脸慢慢变成为了多变的眼神杀之后，
或许不少人都没有发现到、留意到，原来赵丽颖的素颜原来特别的有故事。而且这种颜值以外的人物的底色，甚至也特别容易去适应各种的角色的要求。这压根就是易烊千玺在鲜肉和伪娘盛行的旧年代当中，早就能够脱颖而出的最大的秘诀所在了。然而呢，新闻我不说，你也同样猜不到，跟易烊千玺2字之差的王一博，其实还有一个厚积薄发的优势所在。这种优势同样不容易被人察觉得到，甚至比起这个封神成功的易烊千玺，这一种优势居然还属于一种足以提供王一博加速能量2次炸裂开来的最大的宝藏来的。而且有意思的是，这座宝藏同样也是2个字就能够完美总结的了。奇幻的是呢，王大姐姐赵丽颖同样也有这么一座同款的宝藏，而且通过4字兄弟的奇迹笨小孩所展示出来的那种有趣的合作方式，这2座的宝藏足以再次的碰撞，再次的绽放。那么这2个字又是什么呢？明天新闻我会继续与您深扒畅聊。